你，我会功夫的啊！我可以让你武功全废，你信不信？Anyway, for so long. You don't understand your temptress beauty is fooling us all with despair. “我不是在做梦吧？我的床上怎么会有身高1.7米、体重大概50公斤、3围标准的女人？这个女人虽然披头散发有点吓人，不过仔细看，还挺漂亮。居然有一个变态潜入了我的房间，爬上了我的床。他身高1.83米，体重70公斤，脸庞白皙，典型的斯文败类。我觉得我必须批评他。你是谁啊？来，开门！不是你谁？为什么来我的房间啊？是你来了我的房间，你趁机下了我的床，你来问我。这是我房间，我刷卡进来的。你为什么来我房间？还想占我便宜？我告诉你，我会功夫的啊！我可以让你武功全废，你信不信？神经病！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我跟你讲，我真的会打人的。咱们俩什么都没发生，你想碰我的词儿是不是？你进了我的跟上了我的床，你说我碰你词儿吗？我进你房间，你给我看清楚了，就我的房卡。你这是红树林吗？你是希尔顿2020？说什么东西呢？你这个骗子，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大流氓！对不起，你干嘛？我跟你解释一下，是我走错房间，不，我刷错房卡了，我扔错房卡了。你这干嘛呢？我告诉你，离我远点啊！你别动我！你干嘛？喂，有个流氓私闯我的房间，还语无伦次，可能是个神经病。你别想跑！不是你干嘛呀？你占了我的便宜，不许跑！有什么事儿咱们出来说，在你房间不合适。你不要走！你干嘛？松开我！哎，小姐，我找他。还非得给我进我的房间，赶紧快关起来！快去，快去，快去！兄弟们，快来救我！1楼大堂汇合。什么情况这么着急？女人，不会吧？你勾搭的曼琳娜不会是大哥的女人吧？不是，我走错房间了。啊！我跟你解释不清，快跑！站住！别跑！快点！快呀！你站住！哎，快点！对，有3个！我去！对你！你们过来！红呢？没追过来啊？打电话啊！打电话！
被保安抓走了啊！行行，赶紧回去找，赶紧回去找。你挺能跑呀，我看你往哪跑。小姐，对不起，我叫您声大姐。咱们这事能过去了吗？你能不能听我解释一下？我跟你说，是因为之前有一个洋妞，她给了我一张房卡，让我去她的房间里面。但是后来，我想要把她的房卡扔了，我扔错了，扔了我的房卡。咱们俩的套房是一样的，你知道吗？我进了房间，完全没有发现这不是我的房间。鬼才相信你！你拿了别的酒店的卡，怎么进的我的房间？这一点你要问问酒店，肯定是他们的中央系统还有他们的读码器出现了问题啊！你是惯犯。说吧，你想怎么样？看你这样，也不像缺钱的人，而且我这手机和钱包是不是落你房间，还是刚才跑丢了，我也不知道啊。说什么？咱能不能私了？可以。1000。原来你真是一个碰瓷儿的。2000。对吧？2000。除了现在以外，我可以以任何的方式支付这个钱，可以吗？嗨，小姐，不好意思啊，我跟我前男友的私事儿就不麻烦你。小姐，你说什么？他是你前男友？我们俩前几天呢闹了点误会，但我没想到呢，他那有我一张房卡，想给我个惊喜。撤。拿着，不是还能少你的？你这种人啊，真是说不准。什么叫我这种？你是哪种人啊？你个碰瓷女人！哎，我看这女的这气质也不像是碰瓷儿的。按理来说，住这么好的酒店，不可能混得差。女的走了，我跟你说，高档小区才好下手。咱能不能从现在开始别提这事儿？这女的翻篇了，行吧？行，不聊。我现在就想马上回上海。栗子，今儿没迟到啊？想不到童宇先生这么年轻就已经当上了首席技术官，真是一个专业的人才。许小姐，你也是让我意料之外啊！二位认识？不认识。不过昨天在路演现场，我看到了童宇先生5分钟充满深意的演讲，将是一个值得我们所有人期待的未来。这位是公司研发部总监，B 组总工程师李工。你好 I'm leader。我感觉我们制动科技的颜值上了个层次啊！多关照啊！我会尽快的融入这个集体，为这个公司做出贡献。Lisa 曾就职于美国智能科技的龙头企业 TISA 集团，最近轰动业界的 ACE 与 TISA 的合作案例，就是 Lisa 一手操作的。既然大家是自己人了，有一些话呢，我必须要说几句。我是技术与市场的对接人，说白了就是一个得罪人的角色。我给大家定一个小目标吧，今年的年终奖金每个人增加30%，如果我做不到，明年这个时候给我开欢送会。小姐不仅人长得漂亮，履历漂亮，这话说的更漂亮啊！像您这种优秀的人才，其实回国之后会有很多选择，但你为什么会选择我们公司呢？因为你啊，因为你们这些优秀的工程师，
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但是现在我发现智动科技已经陷入了一种危机，也是因为你。我看过公司的财报，确实非常紧张。现在智动科技所有的研发资金70%都在童先生管辖的自动驾驶项目上，在1年时间内，你没有任何的收入，而且短期之内我也看不到回报，这就是智动科技的危机。江总，您看看，您找过来的 COO， 这第一天就来 diss 我研发2年的项目，说我的项目是公司的危机。哎，有分歧有争议是好事啊。项目事咱随后再讨论。江总，我还有一件小事儿。新的电子版公司管理手册已经发放到公司管理群里了。公司第一考勤制度沿用早9晚6的工作时间，6点前不许早退，第2天也不得无理由请假迟到，而周6日加班的员工可享受优先调休、年假等福利。因为公司人员情况不同，分为有玩组和自由组2派。自由组执行第一考勤制度，而有玩组可以自由选择第2考勤制度，可便于接孩子放学。这很人性化。总之 ，Lisa 是想为大家打造一个便捷、舒适、专注的工作环境。童总工跟我很生疏啊，咱们熟吗？咱们不熟吗？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我正常找工作呀，我只是不知道你也在这儿。冤家路窄了。也许是命中注定。怎么着？你是不是喜欢我呀？都追到我们公司来了。干什么呀？你不是说我喜欢你吗？可是我压根儿就不喜欢你这款啊。那我就放心了。我只想告诉你，现在是我在运营这家公司。从管理层面上说，命中注定我要管着你。你威胁我？不是威胁，是恐吓。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我就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你在三亚做了什么。那我也跟所有人讲讲你是怎么在三亚恐吓我、勒索我、抱着我。还有，你的身材还挺不错的。你去告呀！我身材不错，我巴不得全世界人都知道呢。唉，你这个女人还真挺拼的呀。2件事：第一，我要自动驾驶项目所有的资料；给不了。第二，我天生缺钙，需要晒足阳光。这间办公室以后是我的了。我看你不止缺钙，脑子也有问题。你知不知道我来智动科技第1天，这个办公室就是我的，你抢不走。搬不搬走不是你说了算，江总已经答应了。哎呦，在这儿交接呢。童工程师，感谢你为新高层做的贡献。江总，也感谢你谦让女性的绅士行为。咱们徐总呢，身体一直不太好，有些缺钙。北边那间空着的办公室呢，本来是留给管理层高层的，但是阳光不足，我就一直发愁怎么安置徐总。可是，所以你无私的做法让我很感动。谢谢童工程师谦让女性的绅士行为，回头记得把保险箱密码给我。我还是想再问你一下，你来我们公司到底有什么目的？是不是在三亚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我是谁，所以故意当着把事情忘淡？你到底有什么目的？你觉着我有什么目的？说吧，是哪一家公司派你过来的？给你多少钱？是你进了我的房间，上了我的床，主动进入我的生活的，对吗？你能小点声吗？
一杯陈年爱情，这只是个偶然。如果说只是偶然，那我为上一次的偶然向你道歉。这杯咖啡算我给你赔个不是。不好意思啊，我只喝红茶。我不喜欢别人在我面前喝红茶。我喝什么关你什么事？杯给。怎么了？妈妈，你没事吧，小朋友？撞到你啦？妈妈，对不起啊。妈妈，金哥，哦，爸爸，妈妈，不哭了啊！这是你的手指酸。金刚最坚强了啊！不哭了。哎，你跟我到这儿来，你想对他做什么呀？不是我跟着你干嘛呀？我是来买东西的。小朋友，对不起啊，阿姨刚才不小心撞到你了。没关系，爸爸跟我说过，男孩子最坚强。你这样，等一下呢，你去玩具城去选一个玩具，阿姨送给你，好不好？好。你是他爸爸，所以这是你儿子喽？你说呢？我今天下班去办公室找你了，我看你不在。你是想说我早退的事是吧？不是，今天那杯红茶是我不小心倒到你身上的，我是想跟你道歉。不需要了，走啊，金刚。爸爸，那个阿姨不是说要送我个玩具吗？爸爸给你买10个。哎呦，会把你压死的！哎，你说你参加甩卖电话啊？好不容易把你盼回来，行李放下就走，干嘛去了？我有工作呀。哎呦，工作嘛，那介于你没有跟我亲亲抱抱，你必须得补偿我。哎呀，行啦，讲故事吧，徐大小姐，惊悚的故事哦。但现在听你这么一说，你真的遇到一超级大色狼啊！现在还跟你同公司，我感觉这事大事不妙啊！你不会是遇到那种一直尾随你很久的那种超级大色狼？没准儿，而且他特别色。有多色？你怎么比我还关心啊？关键是长得帅吗？长得嘛，还算是个人样吧，而且还有点小才华。就是行业里面还算是个小人物，但我就是不喜欢他自以为是的样子。能做出来这种闯入单身女子房间，把你全身看个遍，还同床共枕，还不承认、不负责、不道歉的男人，就是一个没有风度、没有原则、没有底线的超级无敌大色狼。不是你这分贝能不能小点声？你生怕楼上楼下的都不知道啊？知道怕什么？人人都是猪吃。哎，你再给我分析个事儿吧。这个人有个怪癖。就是他不喜欢别人在他面前喝红茶，为什么？3种情况吧。科学角度，对红茶素过敏；心理角度，有一段关于红茶的负面记忆。那第3种呢？人性角度，事儿妈。我亲爱的毒鸡汤博主啊，
现在都这么知名了，那为什么你自己单身万年？许多，咱俩见面没几分钟吧，你开始按捺不住本心怼我啦？你好意思说我吗？你不是啊！哎，你干嘛去啊？打住！哎，等等我！你等过一下，你今天跟我说清楚，别想睡觉。我告诉你，许多。哎，我今天把那杯红茶全泼他身上了，是不是很过分？有什么可过分的？你怎么在意他呀？我在意他，开玩笑。那你不在意，你晚上都聊他？我这事儿我还没跟你说完呢，我今天又看见他了。你们俩这巧合的有点太巧合了吧？和他儿子。什么？他有儿子了？6岁。我的天哪！一个已婚男跑去三亚浪浪，还非礼你这种未婚少女，真是人间极品渣呀！我感觉吧，就是有点不太对。你感觉什么呀？你看到他老婆了吗？没。大周末的，一个人带着儿子逛，老婆也不在，再加上三亚的前科，这婚姻状况堪忧啊！哎呀，大晚上的聊他干嘛呀？你这不撩了一个有大儿子的有妇之夫吗？行啊，许多，现在重口味呀！叶倩，我让你知道什么叫重口味。啊！我要睡觉了。过来。想不想爸爸？爸爸。就我中的那个漂亮姐姐到底是谁啊？哎呦，我这大儿子，你这眼睛是不是撞坏了？这分明是个大妈呀！我觉得还挺漂亮的。你还懂好看漂亮呢？那个，他是个售货员。一个售货员你怎么认识？那爸爸不是经常带你去那商场逛吗？就那么认识的呗。我不信，你肯定是在撒谎。你总把我当成小孩子，我已经7岁了好吗？不是2、3岁的小屁孩了。你17岁了，也是你爸的小屁孩，知不知道？哼，我才不是呢！我还知道那个漂亮姐姐和你道歉了，那你为什么不接受呢？老师说过，道歉完要勇敢大方的接受道歉，这样子大家就多是好朋友。你爸跟那大妈不可能会成为朋友，懂吗？我这2天休假的时候，你一个劲儿给我发微信，你是不是有点嫉妒啊？当然。等爸在休假的时候啊，我让你挑个地儿，爸带你去玩，行不行？好。哎呀，来，把书包打开，爸爸检查一下你的作业。哎，这跟你爸当年一模一样啊，优秀如我呀。谁叫我是爸爸的好孩子啦？爸爸。既然作业写的这么好，能不能陪我玩会儿？可是爸爸有很多工作要忙呢，怎么办啊？你自己玩一会儿。哦。来吧，金刚，准备你的战斗，过来。来。疼死了！爸，没事吧？我这宝贝儿子，你还真哭了呀？啊，别揉眼睛了啊！好了，爸爸跟你开玩笑呢，啊，好吗？来，
Coco 姐，哎，小飞你来了，那坐，你来晚了啊，可得罚酒。按规矩，深海炸弹。哎呀，没事儿，不用的，Coco 姐。这是规矩啊。对，Coco 姐说的对，那个还是按规矩来，我罚酒3杯，靠谱。哦，这是什么喝法？枸杞配啤酒。Coco 姐，你这朋友啊，够养生了，干。靠谱吧？是不是特别靠谱？厉害！这还算静的了啊，算静的了。对，回头姐妹们啊，必须去小飞店里捧场。感谢捧场啊，感谢。我们小飞啊，就是好酒量。喂，哎，副经理，哎，你好，听说你今天销量不错，卖了1箱包。您知道这事儿了？对，是我承认今儿销量还可以。我不是来表扬你的，刘总直接给我打电话说你非常不专业。我不专业？不会错的，刘总加了你微信。我必须得提醒你，这次投诉来自我们星光商场的所有者。不是，喂。虽然这个电话五雷轰顶，但我依旧要笑对我的 party。它不是灯红酒绿、夜夜笙歌，而是我的商务谈判和工作会议。这些复杂的女人们只是我的工作客户，无论怎样，我必须要时刻微笑。我在这夜夜疯癫中找寻我的成功。黑色的背后是黎明。以为来日方长，所以别把梦吵醒。时间它继续飞行，下一站机场门外，拥抱你的背影。集体早餐之前要做什么忘了吗？4大天王的1周测试啊！林哥，那我先来了啊。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今朝已过万重山，这是来自李白的《早发白帝城》。可以。啊，厉害！到我了啊！我来一个数学题，难一点的。想想啊，10加10等于几？2。金叔叔，我这是在说你啊！我已经小学1年级了，不是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了。10加10这种问题啊，不用再问我了。哎呦，你杰森叔叔只有这个智商。来，宝贝儿，这样，我给你拆这个啊，问你个问题，如果要答对了呢，给你弄个养乐多好，好不好？好，提问，2个女孩，一个温柔贤惠，一个美丽大方，你觉得你爸爸会挑哪个？哎，你小孩瞎问什么呢？不都说了吗？自由提问啊，不管。那都不用问，我爸最后哪个都不会选。为什么呢？性格贤惠的看不上我爸，长得漂亮的那就被你抢走了。知我者你也。来。Love you， 抓着点儿。还是跟小朋友出来玩开心，瞬间能放掉多反应。这有什么呀？不就是接到个投诉吗？我才惨呢，比那块牛肉遥遥无期的。杰森啊，你是想上而上不去，我呢，机会放在那儿，但解决的难于登天呀。哎，我说你仨这个算什么呀？顶多算个碰碰车，懂吗？我这个绝对是云霄飞车。你怎么？
我在三亚碰见那女的，她为了你追过来了，现在成了我们公司的运营官，我的顶头上司。你们知道我现在面临的是每天怎么过日子吗？啊？真的，恭喜你啊！真的好日子到头了啊！你们这帮随意。爸爸，咱们进来拍张照吧，今天好开心啊！来吧，来，你站这，你站这，来吧，来。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纵使内心慌的一批，却依然要笑对一切。哎，来了啊！金刚睡了，哎呦，玩累了哦，回家吃饭吧。哦，不了，我晚上还有工作。工作忙也要注意身体呀。哦，对了，我们老两口啊不缺钱，你不用每个月都给我们打钱呢啊。别这么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哎，对了，下周啊，我再过来接金刚。好，好，我来抱孩子。来。起来了，宝贝儿。哎呦，睡的哟，小宝贝，来爷爷抱。哎呦，当烟头。哎呦，真是小懒猫，小懒猫。哎呀，好，那我走了。好，你路上慢点啊。好嘞，好的。果然，以我浅薄的手相知识，你是事业型，事业顺畅，但是这个健康线隐隐约约有点模糊，你要注意身体啊。不过你这手相跟我很合拍。对了，我一直没有机会想要问问你，你对童宇的那个项目有什么看法？我们说好了，今天不聊工作的吧？我说你说话怎么这么硬气呢？我终于知道了。知道什么了？我终于知道那个女人进入我们公司之后为什么可以那么嚣张。因为她跟姜胖子有私情。Everything's okay。管理层会给你们1个月的时间，必须搞定自动驾驶3层的线路规划，否则项目暂停。我接受这个挑战。喂，干嘛呢？抓小偷！恐怕说你了解的只是怎么和老板谈情说爱。我想让你知难而退，结束这一切。我是给你。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自动驾驶项目。自动驾驶是我们智动科技的重中之重，所以我把重要的工作人员全都请过来了。现在会议开始。看来今天是一场恶战啊！大家请看屏幕。大家可以看到，这是自动驾驶投入与产出的数据图。从13个月前开始，研发投入项目以每个月5%的速度递增，但是产出却始终都是0。简单一点说，自动驾驶的研发在上半年就是亏损的重要原因。自动驾驶项目展望于未来，如果你用当下的收益去衡量，是不是有些太荒谬了？那我想问一下童工程师，您现在自动驾驶进行到哪一步了？多模态3D 点云 SLAM 算法已经出现成效，路径规划项目也在攻坚中。那你现在路径规划做到第几层了？第1层的端到端贪心算法拓扑路径规划已经完成了初步构架。
那么第2层实施的毫秒级避障规划以及第3层的高速动态场景预测，你还没有开始喽？这在我们的计划当中，后需要时间。那么线控系统和环境感知这2个棘手的问题，在我们的计划当中，我需要一步一步来。那也就是说，自动驾驶最核心的重点，也就是自动驾驶路径规划，您到现在还没有出来，对吗？所以，我们就算做最好的预期，以最短的时间内，我们实行了2、3阶段路径规划，却还没有进行自动驾驶核心环节机器人执行的程序线控系统和环境感知学习。那我想问一下，这整个自动驾驶项目，您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徐总，我怎么觉得你对我还有我们整个组的组员好像没有什么信心呢？但徐总，我必须要提醒你一点，如果说公司对我们没有信心，当初这个项目就不会开启。江总，对吗？我不是不信任你，我是不信任整个自动驾驶项目，因为这是一个风险性极高的事情。所有的科技创新，它都具备风险性。想当年国家压力重重，如果不是冒风险去研究两弹，会有今天的和平吗？如果不是冒风险去研究太空卫星，会有今天的北斗？如果说咱们的制动科技想要站在国际的一线，这点风险都不敢冒吗？你说的太好了，所有的物件的发明靠的都是我们对某一个物件上的发明和创新，但是自动驾驶不一样，自动驾驶考验的是环境。别的先不谈了，北京、上海、广州这3大城市，他们道路的拥堵情况和交通的复杂性是超乎你的想象的。好，假使自动驾驶我们研发成功，产品上路，道路上现在有自行车、机动车、行人，再加上你的自动驾驶产品混为一谈，你认为这有助于交通吗？这种复杂的环境，自动驾驶能在这里生存吗？我想问你，你懂技术吗？那是线控项目和环境感知上。不用解释，也许你可以搞得懂技术，但是你搞不懂这一社会难题，就是交通。你怎么知道我不能？不是你不能，是没有人能。这需要整个社会的交通经济体系的全面发展，才会给予自动驾驶一个合适的环境。好了，我说2句吧。经过我和徐总的讨论，考虑到童总工对自动驾驶项目的付出和执着，我们决定再给 A 组一个机会。管理层会给你们1个月的时间，1个月的时间内必须搞定自动驾驶3层的线路规划，否则项目暂停。当然了，我们现在更看好 B 组李德先生现在主抓的自动化物流项目，所以从今天开始，投入研发的费用比例将会重新调整一下。李德工程师所在的 B 组将加大研发费用，而自动驾驶项目只保留30%。既然你们都已经商议好了，还开什么会啊？我们可以民主投票。各位同事，觉得童总工的想法是正确的，同意保持原方向不变的，请举手。大家可以随意表态，我们只是就事论事。一共8个，很好。那么现在同意我的决定的，请举手。我就不计数了，结果一目了然。所以，童总工程师，这不是我对你的偏见，是全公司的员工对你的意见。1个月时间是吗？3成经费。对。好，我接受这个挑战。所以说，从现在开始，每1分1秒对我同意而言都非常的重要。接下来的会议，抱歉了，3家了。老大，我实话实说，您别生气啊。这1个月的时间，3成的研发经费，从技术角度上来说，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既然话已经说了，
1个月之内必须要完成。就算我们的算法计划再完美，这时间、这经费，怎么可能将3层的路径设计全部照顾周全啊？不可能的。我还有个办法，你去找一下徐总，跟他好好说说，宽限一点时间，我想我们的胜算会更大。我了解你的脾气，你的性格，我也不想输啊，我也想赢啊。就算你为了我们全组，去找一下徐总，跟他说一句软话，好不好？有事儿吗？有啊，但是我不是想跟你聊会议上的事儿，咱们从三亚谈起。童宇，我今天认真的跟你说，今天我在会议上所有的分歧以及决定，真的是因为公司长期的发展而考虑的，跟三亚的事情没有关系。自动驾驶项目是我们 A 所所有人的心血。你今天设定的时间还有资金，你找特斯拉还有 Google 他们的技术团队，让他们过来做，他们能来吗？他们能做吗？他们做不到。你不是在为难我，你在干嘛呢？他们做不到，所以该结束了。但是我不是他们，你不了解我，你不了解技术。恐怕说你了解的只是怎么和老板谈情说爱吧。你跟踪我？机缘巧合而已。有些话不要乱讲，不然你会死得更惨。我好怕怕呀。还有，我比你想象的要了解的多得多。2010年，谷歌启用了自动驾驶项目，到现在已经10几年了，总共损耗70多亿美元，连他们都承认，他们的技术积累不足以支撑自动驾驶的量产落地。第二，在国际上，自动驾驶项目分为5个级别，我们算是哪一个级别啊？真正的第5级别，他们都已经承认，最好的预期是5年到10年。当然了，我不否认一点，就是你提出的 SLAM 模式的激光雷达项目，我觉得非常巧妙。你所提出的 SLAM 模式是1988年所提出的，已经非常成熟了。你利用车辆自带的 GPS 与 RMU 与高精地图相结合，再与 SLAM 云点图像做对比，的确定位准确。但是我要说的是，你随后的线控项目和环境感知简直难于登天，尤其是环境感知。你所启用的深度学习方式确实是属于前瞻性的设计，但是就算在5G 全部覆盖的情况下，它的准确率和误报率是一场灾难。请问这一些1年、2年、5年，你能创造奇迹吗？我之所以因为了解，所以我想给你个体面的下课方式，我想让你知难而退，结束这一切。你是公司的领军人物，也是所有工程师眼中的榜样，我是给你面子。我现在希望你能够给公司面子，减少损耗，提高效益。减少损耗，提高效率。我看你眼里只有钱吧？我是很喜欢钱啊，但这是我的工作，不可以吗？在三亚的时候，我已经看出来了。看来这2000块钱，你给的不是很愉快呀。无所谓，我非常痛苦。我记得曾经有一人跟我说过，在生意场上，有感情的人往往不会成功，只有那些冷血的贪婪者才会成功。因为你们的眼里没有未来，只有现实。还有事儿吗？我和江总要去开一个董事会议了，你自便吧。还有，以后不要说我不懂技术。
我看你眼里只有钱吧？不好意思啊，这是赔偿你们酒店的损失，实在不好意思。没事。许叔，那个事儿你能不能当成不知道啊？什么事儿啊？我家庭的事情。我不是一个多嘴的人，但是自己有儿子，还在公司里面装单身，你还真是有兴致。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你跟上了，跟上了！哎，你注意跑龙啊！这电，我说我给你发微信了，你都不回啊，气死我了！李杰森，我告诉你啊，这局要没你保赢，你拉倒吧，自己在那儿让我救你多少次了？跟着点儿，你推塔呀！不是你们跟你们小学生打有什么意思？你哥们出了一个大事，我告诉你们，你赶紧推塔呀！你推着呢，推着。我跟我们公司那女魔头彻底撕了。您的水晶正在遭受攻击。撕！这种人就是该撕破脸皮，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敢拽你内急袋儿。只拽到袋子，没碰到别的？你想什么呢？当然没有。那还够混蛋！又没拽你那一袋，你那么激动干嘛？咱俩是不是弄反了？生气的应该是你吧？我跟他生气啊？哼，那我一天什么事儿也不用干了。哎，我说你是不是对人家有意思呀？是不是给你拽舒服了？岳子倩呀，你真的是……我跟你说啊，这个人他自己有儿子，他在我们公司，你知道登记的什么吗？婚姻状况单身。我跟你说，这种人渣绝不能惯着。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办？没事。哎，我怎么听着像是打情骂俏的故事呢？打你妹！哎，你们快看，咱们在三亚的事儿被人爆出来了。这谁啊？著名的情感博主啊，今夜姐不约，你看看，你看看。他怎么可能会知道我的事儿啊？那谁知道呢？哟，这评论追的还挺快啊，3000多条了。哎，我看这评论还有说要开始人肉了。爱怎么肉怎么肉，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谁啊107吗？找错了，在楼上。还说不怕呢，吓成什么样了？去你！他怎么可能是这样？我不相信。不，我也不相信啊。但是你看，这不约姐的微博发的信息都说得很清楚嘛。上个礼拜，三亚总工程师除了那个已婚
不明显，那其他是不是在说咱们老大？我反正不信。哎，你看这句啊，色胆包天，在公司里公开骚扰，这不就说的是？我说呢，这徐总和咱老大一直不对付，这根儿啊，就出在这儿呢。对呀，三爷，就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应该是。重点是，你说他俩谁睡的谁呀？这个不好说，咱们老大可不是这么主动的人啊。对，我觉得呀，可能是徐总啊，他先主动的，咱们老大就顺其自然呗，对吧？这样搞完了之后，这徐总就受伤了。这女人啊，受伤之后是最可怕的动物，万年流血不死的，是不是？而且，我看你们想象力挺丰富啊。敲代码的时候，怎么没见你们有这么多想法？我们就随便聊聊。咱们 A 组的7个组员，七龙珠组合，我都把你们当兄弟，所以我希望跟你们坦诚相待。刚才你们在微博上看到那个东西是真的，一部分啊。但是现在开始，不管他怎么想，这场仗，我们是不是应该不会认输？这场战斗，你们愿意站在我的身边吗？愿意。好，从现在开始，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不能迟到早退，还有任何的动摇，因为现在开始，这里，它不是公司，而是一个战场。这段话说的可真精彩，你说的话也是我想说的话。你的微博更精彩。什么微博？演技派。工作了啊。说我微博更精彩，他什么意思啊？喂，多多，倩倩，微博删掉啊？为什么呀？你知不知道现在评论和转发都过万了，所有人都在猜这个人间极品渣是谁？倩倩，我跟你讲啊，这只是我们工作上的就事论事儿。再说那些事儿都不应该再提了呀。那怎么行呢？我现在突然删掉，算怎么回事儿啊？我不和我的粉丝交代啊，我不要面子的。可是这是我的事吗？这个事儿呢，你放心，是我的个人行为，和你也没关系啊。再说我也没指名道姓，对不对？我呢，只是想抒发一下对这种男人的憎恶，顺便给他施施压。你这菩萨心肠就给我收一收，老娘替你伸张正义，听到没？不说了啊，拜拜拜拜。哎，这个颜色不错，很合适，看一下。连长，不好意思，你们少一句话。连长，刚有个顾客跳来跳去，也不知道要什么，动不动还蹦几句法语，我实在搞不定了。法语啊？那您觉得这款呢？我不想要这么辣马的，我想要更经典一点的。啊。想不到郭老二的前女友风云，让我也撞上了。小飞，哎，Yuki 姐，小优怎么样？哎，
小优很优秀，面试通过了，太好了！我跟你讲啊，你那见义勇为的劲儿啊，多多用在工作上，知道了吗 ？Yes, madam。哎，我会寻眼神，也浪漫气氛。加油！你秀发清香，撩动我心房。来，你未婚夫怎么这么快走了？没说要来喝一杯？他回公司了，每次陪我逛街，他都找借口走。你们男生是不是都这样啊？没有耐心。说是没有耐心，但反过来说，事业心挺强的，对吧？我觉得挺好。哦，对了，我这么突然间把你约出来，会不会影响你工作呀？不会，店里有人看着，我是店长，又没人管我。没想到以前那么调皮捣蛋的你，现在怎么了？现在有点事。哎呀，没有，哼。这想想差不多得有10几年了吧？哎呀，所有事都在变化中，都会变的，对吧？来，你要有什么事的话，咱们俩都这么熟了，你直接跟我说吧。小飞，嗯，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你还单着吗？单着呀，我这不一直单着吗？再说这么长时间我也习惯了，我喜欢一个人单着。那个，我过得挺好的，你呢？过得怎么样？我呀，就那样呗。大学毕业之后就找了一个互联网的工作，然后家里人介绍认识了他，觉得各方面条件还可以，这不就快要准备结婚了。挺好，挺好。小飞，其实我觉得吧，这时候让我遇见你，一定是上天的安排。所以，我特别想问你一句话。那个行。我结婚你能送我个包吗？啊？就当是随份子了。可以，没问题，没问题。OK。来。5号台牛排。小优，有什么不懂记得问我啊。哎呦，端稳了啊，小心点。小优，累不累啊？工作还习惯吗？挺好的。啊，那就好。不过刚才 Yuki 姐跟我说，让我工作的时候专心一点，跟你保持点距离。不过下班我就自由了。你这几天有空吗？要不要一起去看电影？好啊。好。我吃的差不多了，那我先去忙了。啊，你去吧。
，yes。宋代的朱熹理学出现以后，女性的地位开始下降，男女之间的感情也逐渐开始受到压抑。例如朱子说：“存天理，灭人欲。”其实人类的欲望又怎么能够被消除呢？人非草木，岂能无情啊？但是受到时代压抑恋爱中的人，一年可能只见1次面，而且就在元宵节，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其实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一年就只谈1次恋爱，悲剧吗？这位同学，我想请问一下郭老师，您刚刚讲述的古代男女关系，要是放在现在来看的话，又会有什么现实意义呢？相比之下，现在的男女追求感情更自由一些。今天你爱我，明天我爱你，如同儿戏一样。木心有一首诗叫《从前慢》，我相信大家应该也听到过。车马很慢的日子里，一生只能爱一个人。但是现在，爱情好像变成了快餐。你喜欢我，我也可以喜欢别人。对，这就是现代的男女关系。我再给大家讲一下一对清朝的男女佳人。真没想到你会来啊！我不知道今天是你的公开课，实在不好意思啊，影响你了吧？没关系，已经下课了。我给你发了电子邀请函，我看你没回应，所以我就想着过来一趟。一呢是来看看你，二呢我还是希望你那天会来。你是我最重要的一个人，所以我想在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也由你来见证。可我们当初的约定是一起经历，不是见证啊。不好意思啊，我这人不太会说话。其实我的意思是，知道你要结婚了，我真的很高兴。你放心吧，我会去的。你赶紧回去吧，到时候见。再见。再见。如果云层是天空的一幅信，能不能再听一听，听你的声音？就算是贪玩而已，跟着伴你的是无人的旅行，我不会怪你的天空一望无际，是海洋的倒影，蓝色一望无际，我的你在哪里？假如迷路了一笔，我思念装进漂流瓶，快寄给我，别让人担心。干杯！
你这是在跟谁发信息呢？这么开心啊？小飞，我这微信群里跟人斗神呢。哎，你不是那个表情特别多吗？快点给我这都成。哎，发点动图啊！斗图你算是碰到祖师爷了，等着啊！哎 ，OK， 好了，来喝酒。哎，就这10个动图就够你们玩一阵了。还有10个，这不9个吗？不10个吗9个呀，太好笑了。我发了10个呀。行了，怎么了，小飞？没事。太夸张了。只有在这里，你才会感觉到平静。现在你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困境，有人想要夺走你最真实的东西。你不会让这一切发生的，而你也在看着我，满天雪花飘飘，对吗？飘了一夜，白色水珠滴滴滴在我的窗前，外面美丽世界。